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继续说瑞克和莫蒂的第5集。故事一开始就是在外太空的一架太空飞船里，在一个平行宇宙的未来，小黄的爸妈和姐姐都被外星恶灵附身了，所以老白逼着小黄大义灭亲。这里的情节致敬了《生化危机》导演保罗·安德森1997年的科幻片《黑洞表面》，而这个收服恶灵的小盒子则是致敬了1984年的经典科幻片《捉鬼敢死队》。俩人回家以后，小黄认为这次杀死自己家人的经历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童年阴影，决定撂挑子不干了。为了安抚小黄，老白决定下一次冒险由小黄做主，并且打赌以他为主导的冒险肯定非常的无聊。小黄已经急不可耐的开始下一场冒险，但是妈妈、姐姐、爸爸却来求老白帮忙修洗衣机、做作业、开罐头啥的，真的是屁大点事儿都来麻烦老白。只见老白拿出了一个有求必应盒，只要按下开关就会跳出一只蓝色的精灵，可以满足主人的任何愿望。只要完成了愿望，这只蓝瘦子就会凭空消失。这里应该是恶搞的阿拉丁神灯吧？打发走了爸爸妈妈、姐姐以后，小黄和老白就开始了他们的新冒险。这次他们通过传送箱来到了一个古老的村落里，一个满脸麻子的 NPC 出来讲设定，说俺们这旮瘩太他妈穷了，但是天上有一个巨人王国，那里的巨人都老有钱了。俩人一寻思，尼玛这不就是杰克和豆子的童话故事吗？所以老白和小黄就接受了村民的委托，顺着藤蔓爬上了云端，来到了巨人王国。眼看就要被巨人发现，爷孙俩躲在了罐子的后面，然后巨人就滑倒在地，把自己给磕死了。咋跟童话故事里的不一样啊？接下来的剧情更加狗血，母巨人看到公巨人死了，立马报警，警察逮捕了老白和小黄，并且以入室抢劫杀人罪起诉了他们。然而在法庭上，一个迷你人倡导团体的人提交了驳回起诉的申请，然后老白和小黄就被当庭释放了。巨人国的法律也太他喵的随便了吧！老白和小黄决定继续他们的冒险，但是眼前巨大的台阶就把他们给难住了，费了半天劲才下了一层，发现这层台阶上居然还开了一家酒吧，里面有各种奇怪的不明生物在喝酒蹦迪。小黄跟老板娘打听如何才能快速的下到最后一层，一只鼻涕虫模样的生物说，只要给他25个傻币，他就可以带老白和小黄下楼。这个傻币呢，就是这个世界里的通用货币。老白玩扑克赢了一大把的傻币，而小黄在上厕所的时候认识了温文尔雅的豆子先生，但是没想到豆子先生居然是个变态恋童癖，他把小黄拖进了厕所隔间里，开始动手动脚。小黄可是咱们的男主角啊，坚决不能惯着这种社会败类，哐哐就是一顿揍。然后小黄和老白骑着鼻涕虫下完了楼梯，回到了村里，把剩余的傻币全部分给了村民。村民表示了感谢，并说要给爷孙俩引荐一下他们的国王。万万没想到，居然就是那个变态豆子先生。两人赶紧用传送箱打开了回地球的传送门。临走的时候，老白还杀了一个回马枪，把豆子先生轰成了渣渣，替外孙小黄出了一口气。彩蛋里，村民为国王立威，其中一个村民在收拾国王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国王是变态恋童癖的照片，但是村长却让他烧掉了照片，因为对人民而言，更有意义的是这个人所代表的价值和理念，而不是他的真实面貌。这一段居然让我联想到了诺兰神作《蝙蝠侠：黑暗骑士》的结局，蝙蝠侠为黑化后的双面人背了锅，哥谭市的人只记住了双面人正义的一面。老白和小黄回到了家里，发现家里跟刚刚送走拆迁队一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忘了说这集的支线了。老白走之前不是留了一个有求必应盒的吗？姐姐按出来一只蓝瘦子，许愿让自己在学校里更受欢迎；妈妈按出来一只蓝瘦子，许愿让自己成为更完整的女人。这是个啥愿望？爸爸说你们俩都太强人所难了，应该许一个简单点的愿望。他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高尔夫成绩能减2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姐姐和妈妈的愿望都顺利实现了，帮他们完成心愿的蓝瘦子也消失了。但是爸爸笨的简直是人神共愤啊！蓝瘦子怎么教都没教会他打高尔夫，实在没招了，蓝瘦子也按了一下有求必应盒子，召唤出了另一只蓝瘦子，帮忙一起教爸爸打高尔夫。就这样，到最后已经召唤了一屋子的蓝瘦子，爸爸还是没有学会打高尔夫。蓝瘦子的使命就是帮人实现愿望，否则就无法消失。到最后，所有的蓝瘦子全部崩溃了，决定干脆杀了爸爸，一了百了。这样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危急时刻，爸爸在妈妈的指导下，终于学会了打高尔夫，所有的蓝瘦子全部消失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！什么玩意儿？其实这段情节能让我们回想到很多得到许愿的机会，却因为贪心被愿望反噬的故事，也可以联想到一些制造机器人为人类服务，最后机器人反动开始追杀人类的电影，比如威尔史密斯的《我机器人》，以及著名的终结者系列。这集的片名《Seek and Destroy》则是致敬了美国80年代金属乐队的代表作《Seek and Destroy》，而老白在酒吧里唱的《情归阿拉巴马》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电影插曲，《阿甘正传》、《空中监狱》甚至《神偷奶爸》里都用过。And well, we was like family, Jenny and me. 说实话，自从开始说这个系列，播放量有所下降，大概是因为吃了我的安利以后，大家直接去看了整部动画，觉得没必要再来看片片后续几集的解说。我的这个系列的初衷是安利给大家这部冷门的好动画，并且会尽量多挖出一些大家追剧时没有 get 到的点，希望也能给看过这部动画的人一点帮助。当然，可能说的还是不够全面，既然开了这个坑，我就不想半途而废，至少也得加班加点把第1季说完。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，转发、评论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、投币，怎么着都行。谢谢大家，拜了个拜。